婚礼当天去接亲，我被人恶意别车发生磕碰，对方态度很是嚣张，放话不解决完谁也别想走。面对我索要天价赔偿，他这才说出自己是被未婚妻雇佣，故意拖延时间，目的就是不让我按时赶到婚礼现场。等我打车赶到酒店时，未婚妻已经跟他的助理交换了婚戒。我当众提出分手，他却沉了脸色。霍廷霄，你能不能别无理取闹？霍宇是霍家的独生子，他过来就是替你演戏撑场面的。名义上我跟霍家联姻，实际上我丈夫还是你。你不感激就算了，有什么资格跟我提分手？霍宇搂着他，笑容得意。听霄哥来了，正好还能赶得上我跟柔儿的喜酒，一瓶酒就抵你半年工资了，你可要好好尝尝。我没忍住，一拳砸在他脸上，换来的却是林柔更重的一巴掌。滚出去，这不是你发疯的地方。我被保安拖出酒店，目睹他扶着霍宇上车。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家的，这一天发生的事情实在太多。进门后入眼就是我跟林柔的婚纱照，她靠在我怀里，笑容温柔缱绻，拍摄时的甜蜜还历历在目，如今却已经物是人非。我麻木地将一件件情侣用品丢进垃圾桶里。随后给他发了分手的消息，等我行李收拾完毕，已经过去3个小时，林柔一个字也没回复过。我自嘲地笑了笑，自己竟然这时候还心存妄想。朋友发来消息，为庆祝我结婚，说要请我出去喝酒。想着自己8年没去过那种地方，只为了让林柔有安全感。这次分手了，我倒是也不用再看她的脸色。丢下行李，我直奔酒吧。一瓶烈酒下肚，失恋的痛苦却还是没抵消半分。昏昏沉沉间，手机响了很多次，朋友看了一眼，戏谑道：“你老婆查岗了，霍哥出门没报备吗？别让嫂子一会儿打过来了。”我冷笑2声，分手了，不用管他。啊，你们今天不是结婚？为了隐瞒身份，婚礼我没邀请这些朋友，他自然也不知道婚礼发生的一切。不等我解释，一只手夺过我的酒杯，酒液全部泼在我脸上。林柔怒气冲冲看着我：“霍廷霄，你什么意思？为什么不回我消息？看不见吗？刚结婚你就出来喝酒，拿我当什么？”我眯着眼看他，曾经挚爱的面容如今已经模糊不清。分手了还找我干什么？你的联姻对象不用管了，小心人家拿我当小三。朋友见状不对，借口有事离开了。我冷漠的态度瞬间将林柔激怒，他拉着我的胳膊往外走。分手谁同意了？我都解释过了，今天的婚礼是假的，你非要无理取闹吗？但凡你争点气，我至于骗我父母联姻吗？你以为是我想？一路沉默，到家后我准备摊牌离开时，却看见霍宇穿着我的睡衣躺在沙发上。我精心打扫过的卫生被他弄得一团糟，墙上贴的红色锥子也被全部撕了下来。林柔头也不抬，冷声吩咐：“你的拖鞋阿宇借用一下，被你打得不轻，得在我们家休养2天，你就穿着鞋进去吧。”医生说要按时换药，我忙着上班，已经给阿宇批过假了。你到时候送他去医院。我忍不住冷笑出声：“林柔，是什么让你觉得我会接受老婆出轨，还要亲自伺候你的情夫？你未免太给自己脸上贴金了吧？”林柔当即气红了眼：“什么出轨？你说话能别这么难听吗？我说过了，阿宇只是替你出席婚礼，应付我爸妈的。他堂堂霍家独生子能瓦尊降贵给我当助理，配合我演戏，你怎么就这么小心眼？”霍宇百无聊赖的看戏。我火气也压不住了，对你清高，你清白，是我没用，入不了你的眼。知道我没钱，你当初为什么要跟我在一起？今天结婚了还要费尽心机雇人撞我婚车，你这么大费周章，不就是想让我有自知之明，给你们腾位置吗？我现在同意了，分手，别的话不用说了。话落，林柔表情立刻慌乱起来。什么雇人撞你婚车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霍宇上前一步，虚弱道：“听霄哥，你别跟柔儿生气，是我的主意。他怕你看见新郎换人受不了刺激，我才想了这个办法。如果你要怪就怪我吧，都是我一个人的错，别跟柔儿吵架。”说完，他捂着额头嘶的一声，林柔迅速变了脸色，凑上去将人扶住：“不怪你，你也是好心，不然今天的婚礼都完不成。”转头对上我的视线，他再次燃起怒火：“霍廷霄，我实话告诉你，当初阿宇进公司就是为了跟我培养感情的，家里让我联姻，我一直没答应。要不是为了跟你在一起，我至于左右为难吗？我们只是办了婚礼，又没领证，你冲我发什么邪火？”见我一脸冷意，他语气缓和下来，伸手想拉我的手腕，被我直接甩开。廷霄，我已经想好了，到时候骗过家里，我们重新办一个小点的婚礼，就我们2个人不好吗？霍宇在他看不到的地方对我露出挑衅的笑容。等林柔转头时，他又换上一副懂事的嘴脸：“廷霄哥，你放心，我不会打扰你们的感情，等伤养好了我就走，在这之前我就麻烦你照顾喽。”我唇角扯出冷笑，手搭在了行李箱上：“不用了，你走了多让林柔为难呢，该走的人是我。林柔，以前看上你算我眼香，以后再见就当陌生人吧。”
话落，我转身就要离开，林柔却冲上来拉住我的行李箱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霍廷霄，你敢跟我分手，我就再也不原谅你了。我头也没抬，我不需要一个背叛感情的人原谅。让开！我大步走了出去，身后传来急促的脚步声，紧跟着就是霍宇不停喊疼。林柔被迫停下脚步去看他的伤口，抬眼时我已经上了电梯。霍廷霄，你今晚赶走一个试试，别忘了你今天的一切都是我给你的，没有我你什么都不是。以后你跪下来求我，我也不会再看你一眼。电梯门缓缓关闭，隔绝了他最后的声。我不由有些恍惚，不明白从前那样美好的感情怎么就走到了今天。我以为初恋的结局是步入婚姻，是两人世界变成温馨的三人行，却从来没想过爱到最后是恶语相向，是反目成仇。直到躺在酒店的大床上，那些回忆如潮水向我涌来。刚认识林柔的时候，她活泼漂亮又温柔，成了我灰暗世界里唯一的光亮。我从被迫学习商业课程的苦海里抬眼，只要看到她，所有疲惫都会一扫而空。因为父亲的嘱托，我在学校里不能随意交友，成了班里最孤僻的存在。林柔一次次打破我设立的边界，闯进我的生活。她会笑着给我送来奶茶，打趣说：“今天我生日，请全班喝奶茶，你也有份哦。”后来我才从同学的口中得知，她是为了请我喝奶茶，给全班都买了一份。他们嫉妒我，又羡慕我能得到林柔这个校花的青睐。父亲得知后，停掉了我所有的生活费。他说：“如果不能成为霍家需要的继承人，那霍家的利益我也不配享受。”那天开始，我白天上课，晚上就四处打工。结工资时，老板说我表现好，给我翻了3倍薪水。在我追问下，他才说出林柔买下店铺的事。不可否认，我不敢靠近天真烂漫的他，只能装作不知情的样子继续生活。但林柔却再次打破了我们的边界。我发传单，他就穿玩偶服给我赚人气；我洗盘子，他就在后厨帮忙端菜。看着金尊玉贵的大小姐为我弯腰，说不心动是假的。在第10次他追到我打工的店里时，我忍无可忍将他拉了出去。你不用这样，这不是你该过的生活。他俏皮的眨眨眼，满脸都是天真懵懂。我该过什么生活自己说了算。再说，看见你我就会开心，那就值得。如果我打扰到你，我很抱歉。微弱的窗户纸被捅破，我再也无法欺骗自己。那晚过后，我的生活里多了一个天使。我以为隐瞒我们的关系就能保护他，但毕业那天，父亲作为股东来颁奖，他还是发现了真相。要么继承霍家，要么滚出霍家，你自己选。霍廷霄，我说过，你作为继承人不该有软肋。我选了林柔，但我不后悔。离开霍家，我通过林柔的关系进了他家的公司。我想只要林家认可我，所有困难我都能承担。但我还是高估了我们的感情。工作后，我们从一开始的无话不说，到后来无话可说。直到霍宇进入公司，成为他的助理，我又一次从他脸上看到了18岁的笑容，但这次不是对我。我重新将重心放在感情上，不想错过每一个纪念日和约会。可当我看到他约会时望着手机发呆，就知道这段感情再也无法挽回。这次婚礼不过是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，那些变心和背叛早就有了端倪。我也到该清醒的时候，酒意上头，我沉沉睡去。睡梦中，一旁的手机疯狂震动几次，随后再也没了声音。早上8点，我被电话铃声惊醒，没看来电显示就直接按了接听。那头传来林柔暴跳如雷的质问：“霍廷霄，你搞什么？项目方案让你昨晚之前敲定，底下人都说联系不到你，这个工作你不干，有的是人干。”我睁开眼，心脏隐隐作痛。那就让别人干吧，反正所有项目最后都要霍宇经手，何必跟我浪费口舌？从霍宇进入公司，所有项目都要他最后敲定，哪怕他什么也不懂，林柔依旧坚定地选择相信。霍宇一个环节都没参与，最后项目上却要写着他的名字，还要夺走一大半的项目奖金。公司里怨声载道，可惜林柔从来没理会过。如今大概是发现没我不行，竟然老尊降贵主动来找我。见我还在生气，他立刻换了语气，柔声道：“廷霄，我知道你不开心，但私事不能影响工作，这不是你教我的吗？合作商还在等结果呢，能不能签约这家公司，你倒是给句话呀。”我忍不住冷笑，结婚换人这么大的事都不用通知我，一个项目而已，林总自己定吧。说完，我准备挂断电话。林柔瞬间爆发：“霍廷霄，你没完了是不是？要我跟你解释多少遍？你爱信不信？你今天要是不定方案，你组里的人全部开除。我林家不需要没用的人。”话落，他粗暴挂断电话。手机上不停弹出组员的消息：“霍经理，你快来公司看看吧，咱们组要被优化掉了，求你救命啊！我上有老下有小，都靠着工资吃饭呢。”林总一大早发了好大的火，我们送去的资料全被扔出来了。我深吸口气，认命的洗漱出门。就算感情破裂，但这些员工也是无辜的，不该牵连他们。刚踏进公司，我敏锐察觉到员工看我的眼神不对劲。
几个从前被我开会对过的人当着我的面冷嘲热讽。哟，这不是吃软饭还砸锅的霍经理吗？什么风把您吹来了？听说婚礼临时换人，自己还被车撞了。你说这报应怎么这么快？之前看不上霍助理，现在人家跟林总结婚了，自己气得一晚上没睡着吧？一旁的人戳了戳他的胳膊，阴阳怪气道：瞧你说的，吃软饭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就是厚脸皮。人家这境界哪是我们普通人能比的？说不定还背地里求着林总要给人家当小三呢。有奶就是娘，脸皮才值几个钱？要不人家是经理，你是底层员工呢。我气不过正要发作，林柔却在这时候走出了电梯。一看见我，她脸上的笑瞬间沉了下去。你还等什么？等我请你上班，跟我进办公室一趟。今天迟到1个小时，算你旷工。不用了，我自己离职，这是你要的东西，我还你了。剩余工作我会跟底下人对接，不劳林总操心。我摔出那份项目评估方案，林柔脸色肉眼可见的黑了。霍廷霄，你威胁我？不敢，毕竟您可是林总。离职申请我线上发给人事，告辞。我转身想走，林柔直接冲了上来，挡在我面前。你什么意思？就因为昨天的事你要离职？你至于吗？你赶走以后就别想回来了，林家的公司也不缺你一个人。我拧眉，满脸冷意。因为什么？你心知肚明。既然不缺我一个，麻烦林总让路。我利落按下电梯按钮，身后忽然传来几道熟悉的声音。霍经理不干了，那我也不干了，我也离职。什么破公司，一天就知道搞男女关系，待下去也没好结果，我也走。那些刚才嘲讽我的员工笑容更得意了。赶紧滚，没用的东西只会浪费资源。霍廷霄，就你这水平，能进林氏企业都烧高香吧？一群蠢货，真以为霍廷霄能给他们什么好处？霍经理，你离职后想好去哪儿了吗？我想跟着你干，帮我安排一下他们入职，能力没问题，直接签约。谢谢你们帮我说话，明天就可以去霍氏集团报道了。不过霍氏公司更严厉，可能会辛苦些。经理，你的霍是那个霍，那林总那个助理是私生子。得知我分手，从前的朋友拉着我狂欢了一整天，直到坐在游艇上看烟花喝酒，我才终于对回归霍家有了实感。也许父亲说的没错，感情会背叛我，但权力和金钱不会。转眼到了晚宴开场，我重新换上高定西服，坐上限量版帕加尼。下车时，不想又撞上了林柔跟霍宇。霍宇一手揽着林柔的肩膀，眼神不屑地在我脸上打量。廷霄哥，你这是特意租了一套装备，准备傍其他富婆吗？我可提醒你，不是所有女人都跟柔儿一样善良的，你这种货色，在酒吧里都卖不上价。林柔冷冷看我一眼，目光里藏不住的嫌弃。霍廷霄，省省吧，就算你费尽心机追我，我也不会再心软了。我爸妈说的对，我们从来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物。话落，霍宇低声在他耳边说了2句，他转身独自进了宴会厅。我抬脚刚走上台阶，霍宇伸手挡在我面前，差不多就行了，有情节吗？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，趁我没发火赶紧滚，免得一会让人看笑话。柔儿说的已经很清楚了，实话告诉你，那场婚礼不是假的，我们也领证了，商业联姻，强强联合，你打工10辈子都追不上。我嫌恶地拍掉他的手。霍助理说的是自己吗？刚进门3年的私生子也配在我面前狗叫？真以为你那些破事没人知道？你猜，如果林柔知道自己联姻的对象是个临时找回来的私生子，大学都没毕业，也没有继承家产的希望，她会不会跟你离婚呢？妈的，你闭嘴！霍宇被我戳中痛处，一个箭步冲上来，扬起拳头想砸下时，却被我反制还了一拳。他瞬间气得发疯，保安呢？都是死人吗？还不把这疯子弄出去，给我打，狠狠的打！出事了，我霍家负责到底。保安刚要上前，我一把抢过他们手里的钢棍，对准霍宇甩了下去。转眼的功夫，霍宇身上皮开肉绽，脸上挂彩。妈的，你敢打我，老子弄死你！你等着我爸过来，我让你彻底在这个世界上消失！叫喊声引出了里面不少宾客，此刻都站在台阶上看戏。直到父亲出现在人群中央，一旁林柔谄媚地挽着他的胳膊喊公公，所有宾客都自动为他们让出一条道路。看清眼前一幕后，林柔失声尖叫：霍廷霄，你干什么？你疯了！霍宇如同看见救星，一步步爬到父亲脚下。爸，他敢打我，杀了他，杀了这个畜生！在所有人都以为我会被霍家报复灭口时，我缓步上前，对着父亲深鞠一躬：爸，我来晚了。话音刚落，全场死寂。林柔挽着父亲胳膊的手猛地收紧，指甲几乎掐进他西装面料里，他脸上的谄媚笑容瞬间僵住，瞳孔骤缩地盯着我，像是见了鬼。霍宇趴在地上的动作也顿住了，他满脸是血地抬起头，先是茫然地看看我，又看看父亲。突然爆发出刺耳的笑：你他妈喊谁爸？霍廷霄，你疯了？为了攀关系连脸都不要了？
宾客瞬间炸开了锅。霍家独生子不是霍宇吗？听说一直在国外读书，前2年才接回来的。对啊，霍董这些年逢人就夸儿子优秀，怎么突然冒出来一个？这年轻人看着面生，难道是霍董外面的私生子？不对啊，霍家不是一直对外说只有一个儿子吗？老婆去世多年也没再娶，所有媒体都夸他跟夫人感情深厚，议论声像潮水般涌来。林柔的脸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惨白。他踉跄着松开父亲的胳膊，想往我这边走，脚步却像灌了铅。霍廷霄，我直接移开视线，连一个眼神都懒得给他。霍宇终于反应过来不对劲，他挣扎着爬起来，猩红的眼睛死死瞪着父亲。爸，你看他在耍我，这穷鬼就是不甘心柔儿选了我，故意来捣乱的，你赶紧把他赶出去，刚才他还打我，你看我这脸。他指着自己血肉模糊的脸颊嘶吼。你不是说那个儿子早就死在国外了吗？当年是你亲口告诉我，霍家继承人只能是我，他就是个疯子，一个被柔儿甩了的废物，你千万别信他的鬼话。让各位见笑了，随后缓缓走到我们面前。在霍宇以为他要替自己出头时，抬手就是一记响亮的耳光。霍宇被打得偏过头，嘴角溢出血丝，他懵了，捂着脸颊难以置信地看着父亲。爸，你打我。霍家的儿子从来就只有一个，他也没死，一直活得很好。他侧身指向我，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。霍廷霄，霍家唯一的继承人，这8年他在外历练，如今回来了，就是要接手霍家所有产业。至于你，不过是我当年一时心软收留的野种，真当自己能登堂入室。我给你机会，你可以选择是自己体面离开，还是我派保镖拖你出去。全场倒抽冷气的声音此起彼伏。我的天，霍宇是私生子，那林柔岂不是嫁了个假的霍家继承人？霍宇彻底疯了，他像头失控的野兽扑向父亲，被保镖死死按住。不可能，你骗我，我是你亲儿子。你当年就赶走了我妈，现在别想再赶走我，你敢赶我走，我就把你出轨的证据全抖出去。他拼命挣扎着嘶吼，让所有人都知道你霍振雄是个伪君子，这些年装的有多忠贞爱子，背地里就有多龌龊。霍氏正在跟欧洲那边谈合作，你要是不想功亏一篑，就赶紧把这穷鬼赶走。他死死盯着父亲，眼神里全是疯狂的威胁。你也不想自己苦心经营的名声毁于一旦吧？林柔的眼睛突然亮了。他拼了命才跟霍家攀上关系，如今霍宇要是被赶走，他一切计划就全都毁于一旦。他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，连忙上前2步劝道：霍董，您别生气，阿宇他只是太激动了，他说的也有道理啊。霍廷霄这些年什么都没做成，整天围着女人转，连份像样的工作都要靠我家接济。他鄙夷地瞥了我一眼，语气急切。这样的人怎么能当霍家继承人？公司上下谁会服他？您清醒一点，赶紧把他赶出去吧。阿宇虽然冲动，但他对霍家是真心的。我的家事什么时候轮到林家来指手画脚？从现在起，霍宇与霍家没有任何关系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你被赶出霍家了。啊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你别赶我走，我能干的。霍廷霄能做的我都能做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行不行？离开霍家我会死的，那些被我得罪过的人不会放过我的。而且我跟柔儿已经结婚了，林家能帮霍氏拓展南方市场啊，留下我对霍家有好处的。父亲却只是冷哼一声，霍家还不需要靠联姻巩固地位。至于林家，他瞥了眼林柔，语气带着毫不掩饰的轻蔑。一个市值连霍氏1/10都不到的小公司，也配跟我谈合作？若不是为了刺激廷霄回来，我根本不会同意你进林氏。如今你的作用已经达成了，也时候离开霍家。这句话像一把重锤，狠狠砸在林柔心上。她脸色惨白如纸，踉跄着后退2步，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来。周围的宾客们看他的眼神充满了讥讽和嘲弄，那些原本想巴结林家的人，此刻都下意识地往后退，生怕沾染上关系。父亲不再理会地上的霍宇，对周围的人抬手示意：各位，宴会该开始了，别为不相干的人耽误时间。宾客们连忙应和着往里走。经过霍宇身边时，要么绕着走，要么投去鄙夷的目光。霍宇还在地上哭嚎：爸，求你了，我给你磕头了。他咚咚地往地上磕着头，额头上很快就渗出血迹。等所有宾客都入场后，父亲深深看了他一眼，抬脚走到霍宇面前：现在离开，我会给你一笔钱，够你下半辈子衣食无忧了。要是跟我霍家作对，你知道后果。霍宇仓皇的抬眼，死死抓住父亲的裤脚：爸，我求你了，我不当霍家的儿子，你就让我留下吧，哪怕是当霍家的一条狗也可以啊！别赶我走，我真的会死的。霍宇的哭声渐渐停了，他抬起头，布满血丝的眼睛死死盯着我走进酒店的背影，眼底翻涌着怨毒的阴狠。我没有回头，8年的爱恨纠葛，在踏入酒店大门的那一刻，彻底化为尘埃。
宴会厅里水晶灯璀璨夺目，衣香鬓影，觥筹交错。父亲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将我带到众人面前，给大家正式介绍一下霍廷霄，我的儿子，霍是未来的掌权人。掌声雷动，无数张热情的笑脸朝我涌。霍少爷年轻有为啊，早就听说霍董有个优秀的儿子，果然名不虚。我端起侍者递来的香槟，目光平静地扫过人群，简单应酬两句。父亲手机响了几声，他低头看了一眼，随后带着我去了楼上的包厢。指节不断敲击桌面，他将手机解锁摆在我面前，自己看吧。我当年就说过，林家根本不值得你付出那么多。你不信我的话，现在呢？屏幕上连接着酒店外的监控，院子里霍宇还没离开，而是死死缠着林柔的手腕。你什么意思？你要跟我离婚？凭什么？当初看我是霍家的继承人，你就扑上来勾引我，现在我刚被霍家赶出门，对你没利用价值了，你就想翻脸不认人？林柔去你妈的！老子告诉你，这世界上就没这种好事，敢跟我离婚，老子弄死你！现在联系你父母，让我进林氏集团，不扳倒霍家，老子名字倒过来写。林柔一把将人甩开，无情的嘴脸跟婚礼上对我的态度如出一辙。她轻蔑的冷笑：霍宇，亏你还知道自己都是靠着霍家才能入我的眼，要不是因为你，我早就是霍廷霄法律上的妻子了。我没怪你毁了我的婚姻，你有什么脸跟我说这些？趁我没生气，现在就签字离婚，滚出我的视线，不然同时得罪霍家跟林家，我让你在京市待不下去。霍宇瞬间被激怒，双手死死掐住他的脖颈。女人呼吸越来越急促，她双手越来越用力，是靠霍家怎么样？你不还是主动爬床来勾引我？你说我要是告诉霍廷霄你是怎么脱光来睡我的，在床上是怎么发浪的，他还能喜欢你这种贱货？林柔被刺激到软肋也来了火气，两人拼命扭打在一起。你闭嘴，我没做过，你少冤枉我，要是敢告诉廷霄，我杀了你。视频播放到这戛然而止，父亲冷眼看我，现在看清了，你所谓的感情在利益面前一文不值。我直直跪了下来，朝自己脸上扇了一耳光。爸，这8年是我糊涂，我知错了，以后绝不会再犯。谢谢你给我这次机会，我保证不会让你失望。这才是我霍家的好儿子，如果你妈还在，一定会为你感到欣慰的。父亲布满皱纹的手搭在我肩上，我几乎脱口而出，想问，既然当初他那么深爱我母亲，为什么会有霍宇的存在？但到底还是没问出来。在下楼时，我恢复了往日冷漠的神情，游走在各位商界大佬身边打着招呼，如鱼得水。突然，门口传来一阵骚动，林柔不知何时闯了进来，她不顾保安的阻拦，疯了一样朝我跑来。霍廷霄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我们8年的感情啊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不该跟霍宇结婚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们重新开始。他试图抓住我的胳膊，被保镖拦下。你忘了当年是谁在你打工时给你送晚饭？是谁不顾家里反对跟你在一起？我都是被霍宇骗了，是他逼我的。霍宇也跟了进来，他被保安架着，却依旧扯着嗓子喊：林柔，你少装蒜，当初是谁哭着求我娶她的？现在想攀高枝了。霍廷霄，你也别得意，就算你是继承人又怎样？柔儿早就被我睡够了。闭嘴！林柔尖叫着想去厮打霍宇，场面一片混乱。父亲皱了皱眉，把他们拖出去，以后不准踏入霍家任何场地半步。保安立刻拖着两人往外走，林柔的哭喊声越来越远。霍廷霄，我恨你，你会后悔的。我看着他们消失的方向，将杯中的香槟一饮而尽。后悔，我只后悔没有早点看清人心。回到霍家的第一晚，我学习公司这8年业务，彻夜未眠，直到天亮刚想闭眼休息，父亲的助理给我打来电话。不好了，霍总，你快看新闻，霍宇那个疯子曝光了董事长出轨的消息，股票暴跌了。我点开手机时，霍宇的直播已经结束了，有网友录下他直播的画面，此刻视频已经冲上热搜。霍宇声嘶力竭地控诉父亲始乱终弃，为了利益抛下自己和母亲，害得他母亲缠绵病榻没钱治疗，最后郁郁而终。评论区一片针对父亲的骂声，什么上流社会的好男人好父亲，闹了半天全是装出来的。人家好不容易回到霍家，竟然2、3年就被扫地出门了。霍家这么大的家业，一点钱都不舍得花吗？背叛感情的男人能有什么信用？谁知道公司私底下都干了什么肮脏的生意？有愤怒的网友已经冲到公司楼下，举着横幅要求父亲当面澄清认罪。公司大门被泼上红色油漆，用黑色的墨水恶狠狠写了畜生人渣4个大字。不等我想出对策，父亲敲门进来。网上的事你都看了吧？本想留他一条生路，现在看也不用了。廷霄，记住，这是爸教你的第一课，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。父亲召开了记者发布会，拿出自己跟霍宇的亲子鉴定，上面白纸黑字写着霍宇不是父亲的亲生儿子，而是大伯去世前流落在外的私生子。直播的画面一经播出，全网轰动。除此之外，父亲还拿出了霍宇名下账户的所有银行流水，上面显示他多年嗜赌成性，已经在外欠下巨额高利贷。
所有证据亮出后，父亲长叹口气，对着话筒道：“当年为了霍家的名声，也为了隐瞒保护我儿子真正的身份，我才接他回来。本想替我哥哥照顾好他，没想到他会走上这条弯路。事已至此，既然他要鱼死网破，我也不用替他隐瞒了。”真相曝光后，愤怒的网友察觉自己被霍宇当枪使，所有人都将怒火转头对准了霍宇。在网络强大的力量下，霍宇不管藏在哪里，位置都会被人曝光出来。催债的高利贷和网暴接踵而至，霍宇像个过街老鼠，被人人喊打。催债人找不到霍宇，利息已经暴涨到上亿，只能转头跟林柔要钱。林氏集团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声誉危机，所有项目合作都被催债人搅黄，最终彻底宣告破产。离开前，林柔给我发了最后一条消息：“对不起，我爱你。”我没回复，删除后抬眼将会议室环视一周，继续说你的方案。